嗨，jeg heter Stefan Kø，我还是在丹麦旅游，所以我今天想给你们介绍一下一个丹麦特色，然后我们还是去到西洋壁垒看看。我还要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房子看起来怎么样，因为一共有8个人住在这里，在这边有客厅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桌子可以吃饭，有一个比较大的厨房，因为有8个人，吃的也不少。在这样的房间可以有2个人住，看了的住的地方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大房间，孩子们可以玩。在外面有这个院子，可以玩、吃饭等等。然后在房子后面还有一个小的草地。今天的特色你们应该都知道是热狗，但是有几种做法，所以我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。我们需要一种香肠，一般是 brewurst， 烤洋葱，这个我也非常喜欢。然后有几种酱，番茄酱，然后 remoulade， 这个在丹麦很有名，是一种蛋黄酱。还有黄瓜也很重要，还有一种这个空的面包，但是我一般用这样的。我们有2种做法，有人喜欢煮香肠，我也是这样做，但是也有人喜欢煎，所以今天我们多做。我把2个这个香肠放在水里，然后很可怜的香肠，我们用毛巾呢，然后我们用豉油。把我们的面包放在这里，然后打开。热狗的做法比较简单，不需要特别多东西。Kommt eigentlich Hotdog aus Dänemark? Nein. Warum ist das eigentlich so ein dänisches Ding? 然后我们把香肠放在这里。虽然热狗不是在丹麦发明的，但是因为在丹麦那么受欢迎，现在很多人认为是丹麦美食文化的一部分。现在我们可以做一个，试一试，切开。好嘞，我喜欢这个煮的，所以我拿一个放在面包里面。现在我来拿一点酱。Boah, sieht das gut aus, ne? 还有 Remoulade, Senf, ist doch Senf， 好吧？我们好像没有这个丹麦式的，这个是芥末。哦，现在烤洋葱可能比较好，因为这个酱让它们不是那么容易掉下，因为这个吃这样的热狗有点乱啊。最后还有黄瓜。在上面，好嘞，这就是一个丹麦的热狗，丹麦式的热狗，可以尝尝怎么样？非常好吃。我们还有这种面包，我们先把酱放在里面，只用一种，现在用番茄酱，把一个香肠放在里面。Die Wurst ein bisschen lang， 有点长。好，还不够。好嘞，这是另外一种。啊，这样只有香肠。我也是第一次吃。我觉得另外一个方法更好。走路的时候可能比较方便这样。也不是那么脏。好，现在你们知道2种丹麦式的热狗做法，现在我们还要去大西洋壁垒。
这边在北海岸边，还有以前的大西洋壁垒的一部分。所以这边附近有几个以前的地堡。大西洋壁垒是二战期间用来防御西线的军事设施，长达2700公里，主要用来防止盟军登陆欧洲大陆。Komfortabel sind sie nicht, ne? 从1943年开始，我们负责那个大西洋壁垒的建设，但是他很快发现了这个壁垒的深度不够。而且因为他在北非洲自己体验过盟军的物质和人数优势，所以他知道必须在沙滩上就应了盟军，因此他试一试优化防御系统。一个简单的设备叫 Rommelsperre、Rommellusun， 是4到5米高的树干。这些树干建立在大西洋壁垒腹地的田野的草地上，然后中间有金属丝。目的是让滑翔机和伞兵空降不可以利用开放的空间，因为那时候已经有材料和人员的短缺，所以没有办法准时完成那个壁垒，它的效率很有限。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意思，欢迎你们关注、转发或者评论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